大家好，欢迎回到自习室，我是古希，我是维雅。本期呢，感谢我们的老朋友10万人在用的大脑健身房暂停实验室赞助本期节目。那它也非常适合本期节目，因为呢，本期节目我们聊的是自信的陷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陷阱，其实就是不要等有了自信才去行动，要先行动才有自信。所以呢，这个简直就是暂停实验室有效努力这个课程的核心，就是告诉你你的努力应该努力在哪儿，应该怎么努力才叫有效的努力。是的 OK， 那我们先聊这个书。对我来讲是以下这些场景啊，就是我原来不知道这件事儿是因为不自信，我现在才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比如说严重拖延，尤其是对你重要的事情，你会一直拖，不敢开始，不知道如何接受赞美，讨好型人格，不敢参与竞争，有一种保底思维，就是我觉得我明明是可以考北大清华，但是我想保个底，我就考一个别的学校。在社交里面会容易过度解释，就比如说你拒绝了一个人，你就使劲跟人解释我是有因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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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冒充者综合症，或者忽视自身的需求。比如说咱们俩一起吃晚饭，你问我想吃什么，我说都行，然后你说吃川菜，其实我不吃辣，但我还是不敢跟你说我不吃辣。还有一个叫不敢自我投资，就是说我把现在这个职辞了，我好好去学一个编程啊，或学一什么，以后找个好工作，但是你不敢做这样的事儿。刚才我说的以上的种种，你都觉得是我的一个特征，但其实不是，这都和自信有关。对，而且这个本质上是自信带给我们的陷阱，或者要自信带给我们的陷阱，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等感觉自己足够自信的那一天去启动去做事情，但事实上是那天其实根本就不会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然后为什么我们俩要聊这一期选这本书《自信的陷阱》呢？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会常常收到花卷们来的问题，就说你俩看起来就是那种出厂设置 born to be 特别自信的那种人，你们会不会也有不自信的时刻？或者说你们俩是怎么一步步从当时那种畏畏缩缩、不自信、不相信自己、不敢采取行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自信？自信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这个实在的好处是什么？没错，你今天听下来就会发现好处太多了。是，所以我们就进入到这本书啊，它叫《自信的陷阱》，叫 Confidence Trap。它的作者呢叫 Ruth Harris， 他是 ACT 也叫接纳承诺疗法的一位教练，而且他是100万畅销书《幸福的陷阱》的作者。这本书也非常的出名的 Happiness Trap， 他其实非常擅长的就是把比较复杂的 ACT 这个疗法，通过他写书也好，讲课也好，去开工作坊也好，去演绎成一个我们普通的大众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用的一个日常生活工具。对，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聊这本书，因为听完这1个多小时的这一期，你就能掌握各种各样非常实用的小工具，然后能立刻帮你改善很多很多的问题。是，而且我还想补一点，就是这位作者 Harris 他其实也是一位大器晚成的作者，从小到大也饱受不自信的一个困扰。他从23岁就开始写书，但是直到39岁，也就是说16年过去，他都写了5本书了，1本都没有出版，只能说埋头做工。但是啊，你知道到他快40岁的时候，他开始写第6本书叫《幸福的陷阱》，然后在他40岁生日的过几天，这本书出版，立马引起了轰动。也就是说，过去16年的一个坚持，突然在一瞬间给了他一个成果和一个爆发。所以他其实也是通过自己写这本书，我作为一个饱受不自信困扰的人，或者说曾掉入过自信的陷阱的人，我是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下来，并且有所收获，按照我自己想要的这个人生得到了我想要的价值。所以这本书其实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它就告诉你自信这场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自信这个游戏的游戏规则跟你想的其实完全不一样。他解答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自信，就是成为一个自信的人到底能给我什么好处。他就问了他的这些来访者一个问题，假设你被施了魔法，然后你突然特别神奇的就变成了你希望的那种自信的样子，但是你的生活其实一点没有变化，你还是按你过去的所有的形式方式在做事儿，你的感情、工作、健康、社交、休闲活动全没变化，你也没有什么新项目，没有新的目标，表现也没变，性格也没变，你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也完全没变，行为完全一模一样，唯一的改变就是你自我感觉很自信。你会对这样的结果满意吗？他说他问了好多人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回答说满意。
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好像这样空变自信也没啥用，对，所以我也不会觉得满意。他说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其实我们想要的并不是自信本身，而是我们想要通过自信来达到目的，去实现某一个梦想，或者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变得更好。他经常问他来访者，如果你拥有了自信，你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去做哪些事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里面我就插入一个我的例子。对我来讲，自信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为什么要自信？我认为啊，自信是让你能够果断、坚定、投入的去做那些对你重要且困难的事儿的能力。然后我想说，我以前在30岁之前，我真的就是超级不自信的人。我为什么说我超级不自信呢？是因为我没有这些做大事儿的能力。比如说啊，我20多岁就一直想创业。我的想创业，因为是那会儿我们看那个还是那 Lindsay Lohan 呢，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真人秀，Mean Girls。 对，然后我跟姥爷当时就特别想说，我觉得我们俩特别适合去做这种真人秀，拍这种视频。但是呢，我甚至没有勇气说去买一台能剪视频的电脑。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就用一台比较破的电脑，它装上剪视频的那个软件，它就不能运行了，就运行的特别特别慢。所以我想，那我要想学剪辑，我第一步不是应该买一台稍微贵一点的电脑吗？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觉得我学不会，那这电脑我在别的地儿也用不着，这不就浪费钱吗？然后当时其实我非常非常想进健身房开始去练力量，但是呢，我不敢办健身房的年卡，因为我觉得我一定坚持不下来，我肯定只去3次。所以呢，你看，因为不自信，所以我甚至不敢去开始做一件事情。但是啊，在之后，因为我最后终于摆脱了自信的陷阱，我非常认同这本书里的这些理论和工具。这个就是我当时不知道，我绕了很多的弯路，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小小的工具，所以我开始创业了。最后呢，我也找到了跑步这个爱好，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所以其实到现在，如果你让我去做一件跟我完全不相干的事儿，比如说你说张薇娅，你现在必须去做一个植物学家，我也不会害怕这个 assignment， 我知道该怎么去干。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自信不是一种感觉，它是一系列的行为。这也是我认为我们对自信最大的一个误区。是，哎，我特别喜欢你总结这个，就是自信它不是一种感觉。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去拆啊，就是到底我们都进入了哪些自信的陷阱，或者说我们被教错了哪些游戏规则。就这个规则都已经教错了，那你这游戏自然是玩不通关的。首先作者就引用了一个概念叫自信鸿沟，也就是他说叫 confidence gap。 这个 gap 就是你刚刚描述的，等我感觉自信了我再行动，最后那天永远等不到，所以你永远不可能开启行动。每一个人都会在你真正想做的那个事情中间和现在的你中间设一个超级深的天堑。现实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想换工作，你想创业，你想去参加比赛，你想去公开做一个演讲，你就会一直卡在一个叫再等等的那个循环里面。因为你想等我自信心高一点，我感觉好一点我再开始。你不觉得这个时候自信就变成了个替罪羊吗？其实替的是你的那个懦弱的自己。我其实是不够自信，我其他能力也许都行，但是我不想试一试自己到底几斤几两，所以我先说我还不够自信，我还没有准备好。这个时候为了破除这种找替罪羊的心理呢，作者就给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叫自信循环图。我这个还是挺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因为它就是帮助我们去击溃步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图形，一个4步节奏图。第一个节奏呢叫技能练习，无论怎么样，说好说歹，你也要迈开腿上那一步，你才能有练习，对不对？练习量你首先得做起来，然后你要有效应用，然后你再结果评估，最后再按需调整，这个就叫自信循环。你看这里面一个字儿没有提到感觉，因为你的感觉不重要你在里头你感觉好感觉坏都跟你进入这个自信循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如果你不先进入这个循环，你就永远的停在了起点。哎，你这让我想到了，婴儿天生的就没有掉到这个自信的陷阱里。你就比如说啊，现在啾啾正在学习吃饭，吃饭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难的事儿，把一个勺子放进嘴里，那东西还不能洒出来，对吧？你吃完勺子，你还要再回到那个碗里去，再去㧟一勺。你说如果婴儿也需要等到我得足够自信了，我才开始吃饭，那他永远都吃不了饭，他就饿死了。他真的就得通过千百次的练习，到最后等他很自信能吃饭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练了1万次了。
是，所以你知道我每次看了婴儿，我最羡慕的点就是年轻的脑子为什么好使，就是因为他还不具备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所以他完全不内耗，他也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他也不会评判自己这件事做得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婴儿真的就是这本书最后推荐大家的典范，就是还没想呢就直接去干，干着干着就自信了。你知道成人为什么这么受桎梏，或者说这么内耗？其实我们有4个关于自信的迷思。第一个呢，叫恐惧是软弱的表现。哇，我觉得这个观念在我脑子里面，我觉得我是个还挺自信的人了。这个观念都还是一直在我脑子里。大家都首先想到啊，我害怕一个事情的发生，那其实就说明 I'm weak，我不够强大。所以我要等到我足够强大的时候，然后我去克服这个挑战，这个挑战自己就变我强他就弱嘛，对吧？但你知道其实每一个重要的挑战之前，我们的大脑的这个设定它就是会去拉警报的，它就是你一个自然的生理的机制。所以其实恐惧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系统在正常运行的信号，而不是说我们有问题，不是说你在软弱。其实你恐惧没问题，你不恐惧才有问题。对，你不恐惧才是你的系统运行出问题了，说明你脑子坏了。你知道书里有一个描述，就说大家总以为恐惧会以某种方式来妨碍你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但幸运的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拖你后腿的并不是恐惧，而是你对待恐惧的态度。你越是去相信恐惧是坏的，你在它消失之前就不能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你就越会被困住。这种认为恐惧是件坏事情的态度，它不仅会困住我们，还会增强恐惧感，它就会导致我们对恐惧的恐惧，对焦虑的焦虑，对紧张的紧张。对，你知道吗？我之前看的一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2次恐惧。其实就是对恐惧本身恐惧。我举2个例子啊。第一种恐惧，就比如说我特别害怕蟑螂，这种恐惧没有2次恐惧，因为我不会因为我害怕蟑螂这件事儿，我去苛责自己，就觉得自己这样做特别不对。我觉得这很正常，那我就是害怕蟑螂。第二种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录音是2025年11月28号的下午，我在11月30号那天就要跑我产后的第1次马拉松，产后首马就是上海马拉松。所以你知道吗？1年多没有比过赛，并且呢，这次比赛我有点那种势在必得的那个劲儿，然后我就特别想跑到一个我的目标成绩，所以呢，它就让我非常的紧张，让我非常的焦虑，让我很害怕。于是呢，我一边感受着自己的焦虑和害怕，一边就想，哎，我怎么这么紧张啊？然后我就会去想什么？我会想，完了，我这么紧张，我今天发挥不好了。就是我这么紧张，我怎么能跑出好成绩？肯定跑不好。所以你知道吗？我不是在害怕比赛，而是在害怕我的害怕。所以我觉得第一种就是当我害怕比赛或者害怕蟑螂的时候，这种恐惧其实并没有坏处。我觉得恐惧的唯一坏处就是它会导致2次的恐惧，或者3次恐惧、4次恐惧，导致恐惧被无限次的放大，把你其他的所有感受都淹没了。对，你会被你的第1次恐惧拽入一个回音壁里，自此之后你听到的就是那个恐惧震荡出来的所有的回音，你就再也没法感受到你为什么要参加上马。那这就是第一个迷思，就是我们总认为恐惧是软弱的一个表现，但其实不是的，它是我们身体在正常运行的一个标志。第二个关于自信的迷思是，自信就等于没有负面情绪。这个确实也挺常见的，但是作者 Harris 他一再的去强调，真正的自信不是没有恐惧，而是懂得跟恐惧共处。这里面我摘抄了一句，就是说他说最伟大的积极心理学家塞林格曼，他被称作积极心理学之父。他说，虽然他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在教全世界的人民用乐观积极的方式思考，但是他本人啊，一旦面对挑战，他大脑里闪现的第一个想法也是悲观的。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消极思维它其实不碍事儿，不是说这个消极思维是好的，而是人的大脑可能你这个默认程序，比如说出来一个挑战的事儿，你第一个想法都是我不行。甭管你有多行，你有多积极，你有多自信，大脑里告诉你你不行的这个是 universal language， 就是全世界的通用语言。所以其实这件事对你没有什么影响。对，这点我特别的同意。所以这是迷思2，叫自信它等于负面情绪，其实是错的。然后第3条迷思是，只要不断给自己打鸡血，你就能变自信。
这是陆小葵式加油法。我想在这里说，我看到书里引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研究，其实它也是近年来还比较风靡的一个关于自我积极暗示的一个研究，说简单的正向口号，比如说给自己打气，还有比如说对自己说叉叉叉你是最棒的，或者说 you can do it， 对 you can do it， you're the best， 就是这些给自己非常正向的这些口号啊，然后自我暗示啊，对一部分人确实是有用的。但是如果说你是那种自我评价偏低的人，你是用这种办法的话，你反而会加重反差感。对，我看那研究里说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我不自信，我跟自己说张维亚你是最棒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在脑子里不停地反驳你，他会给你举出各种各样你不是最棒的例子，对，然后就导致你更加不自信了。就是大脑这个时候会说你都已经这么差劲了，你还是个撒谎精，你更差劲了。对，所以在这儿我们要知道啊，就是只是单纯的不断的给自己打鸡血不一定会让你变得自信，更关键还是你有没有自我接纳。这是迷思3，然后迷思4是高自尊就等于我能把一切都搞定。这个其实也很典型，就是因为人会进入到一种自尊陷阱里面。这个自尊陷阱就是我要必须强行的去维持我是一个特别棒的人，我是个特别优秀的人的这种叙事。但是你知道你花了大力气去维持这种叙事，给出来这样的一种对外我特别厉害，我特别优秀，我把一切都尽在掌控的这种形象，就会让你变得更脆弱，而且你会更害怕失败。你会害怕到了哪一天什么事情发生会把你的这个面具一把给你抓下。其实你看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名校的学生，还有金融危机之后的华尔街那么多跳楼的这些精英，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接受他自己心里那个高自尊跟他看到了真实的自我之间还是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也因此他变得特别的脆弱，就很容易去走向绝路。所以这种高自尊它其实不叫自信，它也不是一个健康的自信。对，他其实就进入了这种我们叫自尊陷阱嘛。然后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迷思啊，怎么办呢？这就引出了这本书《自信的陷阱》，其实它是基于了一个心理学的框架，底层框架叫 ACT。ACT 就是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接纳与承诺疗法。它不是要教我们变得更完美，而是要增加我们的心理灵活性，叫 Mental Flexibility。其实我觉得心理灵活性就是无论你接受了多大的失败，无论你在什么样的低谷，你都还有那个能去做事儿的能力，这是心理灵活性的终极目标。好向往啊！但是你知道在实现这个之前，我们人啊，我再次说，我们作为一个动物性的一个群体，我们又会被自身大大的限制住。我给大家去说2个限制。我其实说这2个限制是要让大家少一点苛责自己，因为这每个人都有。第一个是大脑默认是一个问题解决模式，而这个解决模式会把我们给困住。这就引出书里一个核心观点，说我们的大脑被进化出来是用来解决外在问题的。比如说我这个火生不着，我那个果子长在树上，我要把它摘下来，这个就是外在的问题。我想补一句啊，就是我们在聊中期总结的时候，我们在聊神经可塑性的时候，有一句话我看到是我们评论区的前3的高赞，就是说为了我们更好的生存，大脑的本性就是遗忘。这句话呢被一位花卷给摘出来，说他看完了之后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对，但是他因此难过了很久。说这是他那一段时间看到过的最让人难过的一句话。我看到这个评论我也难过了很久。我希望他现在已经把这句话遗忘了。完了，又被我给提起来了，把这个难过也给遗忘了。但说回大脑啊，它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生存，所以它是一刻不停的在替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啊，好的是它确实解决了，不好的是它这一套逻辑如果用在我们的内心世界的话，它就会演变成接下来的这个循环，就是为了避免让你感到不舒服，大脑就会不断的检查自我，检查自我的过程就会跟你产生的各种情绪去打仗。就会说，你现在心里好像有点害怕，不行，那这个问题必须要得解决。你怎么能害怕呢？那我们现在是要解决问题的呀，你怎么是个胆小鬼呢？大脑就会跟你的情绪去打仗，这个时候你的自我评价就会越来越苛刻，与此同时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你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儿，然后大脑就开始安防系统，各种灾难性的预测，然后给你回放过去你又失败了呀，你又尴尬呀，然后又试图用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准备和更多的自我批评来对抗这种害怕自己尴尬失败的不安。然后你就发现你的行动会被一再的推迟，然后你的自信感又进一步的下降，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有做成过。
这个就有点像你的免疫系统就开始攻击自己的细胞了。哦，是。它没有去对外，它就开始对内检查。哎，我看这个细胞很可疑，那我攻击它吧。自身免疫性疾病不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吗？还真是。哎，你知道我看到他这个理论，我非常我不能同意更多。我总结下来就是，你不要把你内心世界的某一种情绪，比如说你现在在焦虑、在害怕、在不自信，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问题去解决。你不需要解决了所有的焦虑和恐惧再去做事情。而是学会跟它共处，不然你就会触发你大脑的安防系统。所以我给自己写了一句话，这句话还会在今天的下面出现，就是其实我现在在跑上马之前的这些焦虑和担忧，就好像我的比赛服上被我撒上了咖啡渍，虽然它不完美，但是它完全不影响我比赛。你学会了跟这样的一种不完美共处，带着它一起完成。所以我就会带着我的焦虑和恐惧，就像我穿着撒着咖啡的比赛服完成比赛是一样的。这种备赛心态真好哎。学到了。然后这个是我们大脑默认的问题解决模式啊，这是我们叫出厂设定缺陷1。第二个缺陷是什么？叫动力陷阱。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大家有没有常常觉得瘫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做，然后这个时候又苛责自己，然后在想我实在是今天动力不足。对，我觉得经常会有人说，就比如说问说，哎呀，说你这跑步怎么跑这么好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我每天早上都跑步，他们就会说，哎呀，我就是没有动力，就是没有动力去每天早上跑步。所以大家会觉得呢，我需要先把动力等来，哪天早上等我一醒来发现，哎，这不是动力吗？我现在浑身都是动力，我才能去跑步。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没有动力了，哎，那不行，那我今天又跑不了步了。等动力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才能去做事情。那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又要揭开这层遮羞布了。就是大多数人认为动力主要是一种感觉，所以你在等感觉来，感觉来了你才能做一些事情，它变成一种前置条件。但如果我们对于做某一件事情感觉很良好，我们感到积极兴奋，充满热情，跃跃欲试，深受鼓舞，我们就会说我感觉好有动力啊，我能有动力起床，我有动力去跑步，我有动力去干活。但如果我们没有那些愉悦的感受，就会说自己缺乏动力，或者我今天好没有动力啊。但不幸的是，如果我们把动力等同一种感觉，就会很快陷入困境，因为那会把我们拖入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叫期待在开始行动之前先找到对的感觉。那为了从这个陷阱里面去跳出来，该怎么做呢？作者这个时候就建议说，你要明白，动力它不是感觉，动力它只是一种愿望，让自己有产生动力的这种愿望。其实因为他这个书里举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足球运动员，他不想上场，就一直在家，宁愿刷手机看电视也不想去训练。然后这个时候球队就很着急，就要把他开除了，然后就找他过来去跟这个球员练练。然后他就跑过去问说，你为什么不想训练啊？他就说因为我没有动力从沙发上起来，我没有动力放下手机。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放松，因为我想让我自己感受好一点。这个时候作者就总结说，你看，其实他刚刚那段话已经出现了2种愿望。一种愿望是去训练，去取得好成绩，让身体更健康，给出球队好成绩的愿望，这是动力型愿望。另外一种愿望是让自己感受好，让自己瘫在沙发上，让自己放松，让自己开心的愿望。你必须要从这些愿望中抉择出一个来指导你的行为，你才能跳出这个所谓的动力的陷阱。这样你看，你是不是就把这个所谓的我必须要做所有事情之前都要有前置条件的动力，变成了动力只是我拿它到我的棋局上跟其他的棋局去做对弈，但我希望最终它赢的一种牌面。或者换句话说，你不是没有动力去健身，而是你去健身的动力现在小于你躺在沙发上放松的那个动力。所以你的动力比动力你现在是输了，但是你不是没有动力。所以他就说，把动力看成一种愿望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不同的愿望会拽着我们往不同的方向去走，把我们拉向截然不同的方向。但他也给出了建议说，受逃避支配的这种生活远远没有受价值观驱动的人生那么有价值。我太同意了。我不是前2天跟教练说，我说我跑完上马之后，我要明年准备100公里的比赛嘛。然后我旁边有一朋友就说，你为什么就这么有这个毅力，就让自己受这么多苦啊？
说我已经想到比赛那么苦，你图什么呀？你知道吗？我在报100公里，我现在在选择100公里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肝颤了。就是我看到这些比赛，看到这些爬升的那个图，我都有生理反应，也会有一种很强的声音跟我说：“哎呦，你算了吧，你别弄吧。”然后你知道吗？我第一天晚上差点报了一个比赛，结果我按 cancel 的那一刹那，我整个人都好了，就是放松了。但是其实我深知这个其实就是在逃避，就是 OK， 我不报。但是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心里又会咯噔一声，心想：哎呀，我这个比赛还没报呢。因为我深知，如果我不报比赛的话，我会抱憾终生。如果我报比赛，其实我就是紧张那几天而已。所以其实你也是被2种动力给拽着，但是你当时选择那个能逃避，能让你当下感觉好一点的那个动力。对，就是说实话，一会儿我们要说的那个暂停，其实它帮了我很多。就在每天写日志的时候，我就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看我自己，今天为什么没有报这个比赛？哦，是因为我为了这个短期的舒服逃避了长期。当你能真真切切的看到这2种动力，而不只是看到我今天没有动力报比赛这个细节的时候，其实你该怎么做你自己就知道了。但我觉得你做的特别厉害了，因为你至少非常开诚布公的把自己的这2个动力都写了出来。对，能很坦诚的面对自己，而大部分人还会沉浸于自我美化中。所以呢，怎么去走出动力的陷阱呢？作者最后收归于一句话，就是要记得坚定的行动是先于有动力的感觉，先行动。同样的书里其实还有一句类似的话，就说他说自信也分2种，一种呢是确信或笃定的感觉，一种是信任与信赖的行为。自信的行为是要先于自信的感觉的，你要先去做出这些行为，你才会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刚刚绕了一个小远路，就是在讲 ACT 之前，先给大家去讲了我们大脑出厂设置上的2个限制，然后现在给大家绕回来去讲什么是 ACT。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限制，有些时候你跟它硬着来，可能不一定是好事儿。可能你首先要先学会接纳你就是有这样的限制，那样的一些消极也好，或者不愿意去干事儿也好，首先接纳它，你接下来采取的这些行为才是对你来说真正有效的。也就是说，也许我们接下来想要变成一个更自信的人，让自信去指导你做成更大的事情，脑中的思维要从我要去修好自己，到变成要跟自己做好朋友。所以回到 ACT， 它叫接受与承诺疗法，核心其实就是2句话：不要再把负面情绪当成必须要被消灭的敌人，这是在接受；而承诺是你要去练习承认这些负面情绪的存在，并且把注意力放回当下我要去做什么上，或者把当下要做什么重音应该在这个做字。在这里我想插入这书里说了一句特别打动我的话，他说很多人都觉得我不是不自信，是我真的不行，你让我强行自信，这不就自欺欺人吗？就本来我就是个弱鸡，你非得让一个弱鸡自信。然后这个作者回答说，如果一个想法对你有强大的影响力，就是你深以为然，那这个东西自然不可能没道理。就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弱鸡，它肯定是有道理的。然后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真是发人深省。他说，我们不需要太纠结你哪个想法是对的，哪个想法是错的，因为你是不是菜鸡的这个对错本来就是相对的。但你需要更加关注的是，在这么多的想法里，哪一个想法最有助于你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好智慧啊。对，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给你争辩，就是你到底是不自信还是你真的就是弱鸡，我们要教你，你这么多的想法，我们要挑出来真正对你有利能为你所用的那个想法，然后把它用好。你刚刚说一个关键词叫争辩，我在这里想区别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提到过叫 CBT，叫认知行为疗法。我相信大家看到 ACT 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就是心理学知识的朋友，肯定也会立马想到 CBT， 这也是2个在学界比较常被拿来比较的2种心理学疗法。CBT 认知行为疗法，它的核心就是认为想法会去影响情绪和行为，所以我们会去挑战和修正和争辩那些不合理的想法，从而去减轻你的一些症状。
那 ACT 呢，为什么叫接纳承诺？其实就是要去教你不跟你的这些想法跟情绪打架，而是你要去接纳他们，和他们解离，而且要根据自己的价值行动。它的目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增强的是我们的心理灵活性，而不仅仅是要让你的不舒服去消失。它是让你带着你的不舒服上路，该干嘛干嘛。本质上来讲，就是我焦虑了，哦，那行吧，那我该干嘛干嘛。我恐惧了，哦，行吧，我还是该干嘛干嘛。对，所以该干嘛干嘛，怎么干嘛呢？他也提出了我们在行动上也有一套 ACT， 是这个概念的 ACT 所配套的。这个 ACT 叫 Accept, Choose and Take Action， 也就是先接受我们现在拥有的这种内在体验，然后基于价值观去做选择，最后再持续的去行动。这就是行为上的 ACT。为了去展现这个链接，我会在我们这一期的最后讲一个我觉得全书我最喜欢的舒冰搅花石的故事。哦，你知道吗？那句话我差点哭了。我知道你想说这个，一会儿给大家揭秘。对，我们会把这个故事放最后。那绕不开的一个大山叫正念。对，不过我觉得我是看了这本书，我对于正念，因为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关于正念的东西，但它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比喻和感受。他这儿说正念是等于一种心智状态加一组技能的总称，它是一种觉察、开放和专注的心理状态，能让你全情投入正在做的事儿，放下无意的念头。对，无意的意思就是放下对你没有用的那些念头，就是我刚才说的。对，就是你不管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你只管这个情绪好我要留着对我有用，那个情绪不好你先待在一边。然后正念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恐惧、自我怀疑都在场的时候，你还能留在当下，看清自己在干什么，并做出对自己有益的选择。这句话我要再念一遍，大家细品啊。正念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恐惧、自我怀疑都在场的时候，你还能留在当下，还能看清自己在干什么，并做出对自己有益的那个选择。带着你的恐惧和自我怀疑该干嘛干嘛，并且干的是那件对你最有用、对你最有意义的事情。我在书里看到一个我至今觉得最生动的对正念的一个描述，他这么说的，说人生就像一场华丽的舞台表演，舞台之上是我们所有的情感、记忆、意象、想法和感觉，以及我们看到、听到、触摸到、品尝到和闻到的一切。而正念呢，它就像是灯光系统，我们可以把灯光在任意的时刻打到舞台表演的任意一个部分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所有的细节。但是灯光它并不会改变舞台上的表演，会影响的是我们如何看待和欣赏这场表演。我说太对了。我觉得太形象了，我立马一下子就对正念有了一种我觉得拔高的体检，而且我真的知道该怎么实践了。它也有点像直播的那个导播。就是比如说大家比赛啊，就是这么多人同时在比赛，这么多的事儿，那我镜头到底现在给你切到哪儿？它不会影响你比赛的任何细节，但它会影响你如何看待和欣赏这场比赛。而且它打光这个比喻就很形象，就是你只需要看到的是那个光底下的那个物体，但也因此你可以去看清所有的细节，因为你的光可以慢慢打，可以转来转去，满场循环。那我们怎么利用正念这么强大的工具来跟自己做朋友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套组合拳，它是三兄弟，分别是解离、扩展和连接当下，投入当下。你知道这3点我都特别喜欢，我都跟着练了，实话实说，而且我练了效果都非常的好。首先我们说解离啊，解离叫 diffusion， 就是和你的念头分开，让这些念头来来去去，而不是你被这些念头卷进去，或者这些念头卷进你的情绪系统里面，然后你被它指挥行动了。那解离这种方式，它针对的核心问题叫认知融合。这其实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还可以跟一个念头进行融合，人念合一。你知道在正念的时候，最 guided meditation 里面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不等于你的想法。就是不能融合，其实本质上就是不要融合，然后让你跳高一步，让你看到你其实现在同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就像各种各样的云彩一样，你不能只跟着一朵云彩走。你知道融合之后的特别不好的一个结果，就是一旦我们的脑子里面冒出这事儿我一定会搞砸，大家都会看穿我的，我特别的差劲，这事我就是不成。一旦你脑子里面有这些想法之后，所谓的墨菲定律用在自己身上，就是你想法冒出来之后，我们全身心会立马100%的觉得他们是真的。
然后这些念头会成为你的导航仪，你就会发现你没法干事儿了，你也不想去尝试了，因为你已经完全的被这些想法给吓住了。这就是我们说的认知融合。那怎么去避免认知融合？怎么样去解离呢？这时候他提了3个小点，我觉得特别可爱。第一个小点叫，在你有一个想法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在前面加一个前缀。比如说你这个时候想啊，我一定会搞砸这个事儿的啊，大家会看穿我的，你立马在前面加一个，我此时此刻有一个念头是，我觉得我可能会把这事儿给搞砸。你给它包一下，这就给它增加了一个暂时性、短时性。第二个叫要给脑内一直唱衰你、给你说坏话的那个黑粉，你给它取一个名字。我给我自己取，因为我叫古希，我心里那个特别毒舌喜欢唱衰，我就给他取名叫股东。我也往西，叫往东。好妙啊，这个名字。所以如果下次我再有这种消极思维，说股东又在想把我往东走了，我今天偏偏要往西，这时候我们就跟他分开了。这个是叫给唱衰的黑粉取名字。然后第3个小点叫把你这些非常负面的想法唱成歌，或者用非常搞笑的声音给它念出来。反正就是让你把这些想法给区别开，给客体化。对，给客体化一下。对，所以他就说这些动作的目的就是把想法从事实跟你融合的这种事实给它降级成一个现在正在你的脑子里面播放的一段台词，就会非常的有用。这个就叫解离。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一直上暂停的课嘛，然后呢，我之前练习过很多次，就很神奇。比如说我这次上马之前，我不是又紧张又焦虑又害怕嘛，然后我就觉得我这目标是不是太激进了？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哎呦，我估计跑不到。但是你让我定一个特别低的目标吧，我就觉得万一我状态特好呢，我就要不冲一把。然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张维亚，你是不是飘了？就老在这个一些想法里面循环。结果呢，我就做了一个练习，这个练习就是像你说的呕吐式写作，就是我现在就坐在那儿，然后把我所有现在的情绪当做一朵一朵的云彩，我看见哪朵云彩我就把它写下来，我看见哪朵云彩就把它写下来。结果我写下来才发现，其实我不只是觉得焦虑或者恐惧，我同时觉得很兴奋，同时就非常期待这个比赛。然后我是觉得，哎，我可能跑出一个更好的成绩。但是呢，因为你对恐惧和焦虑这个情绪过度关注，你就忽略了你的其他的积极的情绪。所以呢，当你真的能看到你现在这片天空里飘的所有的云彩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云彩，到那朵云彩下面。所以我就选择坐到我那个期待和兴奋的那朵云彩下面，我跟着那朵云彩走。所以现在你的这朵云彩叫此刻我有一个念头，是我对即将到来的上马感到很兴奋和期待。没错。就又做到了解离，又做到了筛选到了好的云彩。对，也是在那天的练习的那个书写部分，我写了一句话，我说对比赛的恐惧就像是比赛服上染上了咖啡渍，它虽然不完美，但我仍然会穿着它好好完成比赛。哇塞，你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说实话，我从你这个心态里面还是学习到了很多。然后技能2呢叫扩容，叫 expansion。这个练习我也是做了好多次，我觉得好有意思。哎，真的是。扩容是什么？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故事很可爱。说小和尚他心里装着一件很痛苦的事儿，他怎么也放不下，他就去找老和尚诉苦。老和尚呢，他没着急劝，他让小和尚去舀了一勺盐，然后把这勺盐放进一杯水里让小和尚喝。小和尚皱着眉说太咸了，这根本就喝不下。老和尚又舀了同样的一勺盐，去倒进了旁边的这个壶里，然后去让小和尚用同样的碗舀了一碗那壶水喝。小和尚喝完就说，这有一点咸味儿，但还挺好喝的。这时候老和尚就对他说，你看盐的分量是没有变的，变的只是装了它的那个容器。其实你现在内心的痛苦也是一样的，当你的心只有一个碗那么小，其实哪怕是放进一点点的咸，你都会觉得咸的简直受不了。但说如果你的心像一整片湖，还是同样的那个盐，但是这种咸味已经不会再把你淹没了，这就叫扩容。懂是懂了，但是还是觉得那我怎么能让我的心从针尖那么小变成像湖那么大呢？所以扩容它针对的核心问题，在 ACT 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经验性回避。它就是帮你去抵抗这种经验性回避的。
就是一旦你感到紧张、心慌、羞耻、愤怒，我们作为人的本能会去划手机啊，立马退群，很应激，对吧？退群啊，或者不开口打冷战啊，或者我干脆就不 show up， 不去现场，就这事儿我就不干了，对，我就撤，放弃。就像你说我不报这比赛了，对吧？我是不是松口气？我当下觉得放松了，但是长期其实你会把你的这个恐惧喂养得越来越大，因为你一次一次的小小的放弃叠加起来之后，你发现你好像能做的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少了，你的生活的范围会被你的情绪给越框越窄，所以你的容器其实越来越小的。是，那该怎么样去做呢？这时候书里也给了我觉得分步骤啊很有意思的练习，也是分了4步。首先第一步叫扫描和命名，也就是停下几秒问自己，我现在最强烈的那种情绪是什么？它最明显的待在身体的哪个位置？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巧妙。我之前真的没有觉得情绪可能会待在我身体的某一个位置，但是我跟着他去练习了之后，真的好像觉得原来胃里有蝴蝶这个比喻是很形象的。你是在胃里，你是什么样的情绪？可能是我之前喜欢练腹式呼吸，所以当我紧张的时候，我的这个腹部胃的时候的扩张跟收缩会更明显。你知道我也练了，我发现我的焦虑是在眉心，在我这个两眼之间的这块儿。当我摸着它，然后我想象焦虑你散开吧，我真的能感觉到那容器一下变大了。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现在就试一下。比如说你有一种负面的情绪，甭管是委屈还是愤怒还是紧张还是焦虑，你看看它在身体的哪个部位，然后你摸着这个地方，你就跟他说好，现在我们要去一个更大的容区了，让它散开。你看看它会不会散。所以你上辈子是个二郎神是吧？对。但就是我比如说我是在胃，还有就是我容易偏头痛。但是不同的人因人而异，有的人在胸口、胃、喉咙、手心也有的，就是你要知道是哪些你的情绪让你的身体哪个部位感受最明显。第二个叫临摹和观察，也就是你要做到像一个科学家一样，非常好奇的去看那块的感觉，它是紧还是酸呀？是冷还是热呀？它是一小点状的，还是它是一大片呀？它是在变还是不动呀？你看我俩刚刚的各自的形容，其实就已经很符合这面描述的像我一定是动的，因为我是通过它的更频繁的舒张收缩来感觉到情绪的，而你是觉得这是紧乎的在一个很小的眉心的点，它是个点状，对，像一小片膏药一样。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科学家一样去看这个感觉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这是第二步，叫临摹观察。第三步呢，就要学会去呼吸和腾空间，也就是想象你吸气的时候把空气送进了你感觉到很紧张的那块区域，然后呼气的时候让那块稍微的松一点。它的感觉就像是你再把一个小盒子慢慢的撑大一点，让你的情绪有地方待着。让你的情绪有地方待着，这句话是真的是我第一次听，然后我觉得好温暖，很可爱很温暖的一个表达。然后这是第三步，呼吸腾空间。第四步叫允许和与它同行。在心里你要对你的情绪说一句可以的，你先待在这儿吧，然后问自己，在这份感觉还在的前提下，我下一步还能做的一件最小的事儿是什么？这句话问的太关键了，就是 OK， 我现在很焦虑，我的眉心是紧张的，然后呢，我现在允许我的焦虑在我的眉心上待着。 OK， 那在它待着的这个前提下，我还能干点啥？太循循善诱，太温柔了，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你觉察到了自己。我再给大家去念一下啊，就是如何去扩容，它有4步。第一步叫扫描，也就是定位到你的情绪它在你身体哪里。第二步叫临摹和观察，像科学家一样去看那块的感觉。第三步叫学会呼吸和给情绪腾空间，想象你吸气把空气送到了那块，让它可以待着。第4步就是你要学会去允许它待着，和学会与它同行，去做最小的那一件事儿。第3个这个组合技能，我们刚刚说了解离，然后说了扩容。第3个我们不在这儿展开了，它叫 engagement， 叫投入当下。其实这个很简单，我们在专门做冥想那期有教过大家把注意力怎么拉回当下的小练习，比如说感官扫描、身体扫描，比如说我们在讲 Huberman 采秘籍的时候讲怎么样去做专注的练习，从远处搭桥到近处，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解离、扩容、投入当下，就可以帮我们通过正念这么强大的工具，跟自己修复很好的关系，成为自己很好的朋友。
我们讲这本书讲到这儿，如果你还觉得对你的自信行动结果的这个闭环感觉不是那么通，那我俩今天想介绍暂停实验室的有效努力给你。这套练习我们去年其实就推荐过，但是《自信的陷阱》这本书在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值得再推荐一次。为什么呢？因为《自信的陷阱》揭示了游戏规则，就是不要等自信来，要先有努力的行动才有自信的感觉。然后我们聊到这儿啊，我想给大家用一对工具做一个总结。这对工具里面所包含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理论都在我们刚刚给大家讲到的这些知识里，但是大家可以通过练习这对工具来让自己对刚刚的知识做一个小小的巩固，它就叫 Fear and Dare 工具。By the way， 这个作者真的特别会取这种名字，老外都爱干这事儿。对，特别喜欢给自己的各种方式搞一套名字。那我要给自己搞古西古东，让你去西不人去东。古西古东，我跟你说是我这唯一记住的2个字。这一期我祝愿天下股东都能获得股息。好，回来啊，就是 Fear and Dare， 它其实是一个相生相克的一个工具，就是 Fear 会阻碍你的行动，但是 Dare 会帮你走出困境。Fear F-E-A-R 代表的是4个词儿，F 代表的是 fusion，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你跟你脑中的这个故事、情绪、念头，你粘在了一起，觉得他们就是事实，让事实来指导你行动，叫 F。E 是 excessive goals， 也就是过大的目标，过于的追求完美，这样其实你注定是完不成的，因为你会被你过大的目标吓倒。A 是 avoidance of discomfort， 你害怕不适，所以你转身去刷手机、打游戏、做别的让你短期很舒适的事情。最后一个 R 是 remoteness from values， 就是和你自己的核心的价值观脱节了，忘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为什么重要。比如说你报名的过程，你训练的特别的辛苦，然后马拉松要来了，然后这个时候越临近你越害怕，你就不想比了。对，你这个时候就是不想比了，你已经忘了为什么当时我要去报这个比赛。所以这4个粘在一起，目标过大、害怕不适和价值观脱节，就组成了 Fear 阻碍行动的4个因素。怎么办呢？它的孪生兄弟叫 Dare， 是走出困境的4步。D 叫 Diffusion， 我们刚刚讲到的解离和念头脱钩。A 叫 Acceptance of Discomfort， 是正念里面的允许不适感在身体里面存在，而不要着急要把它给弄走。R 代表是 Realistic Goals， 把你的那个大目标切成非常现实的，接下来可做的最小的那一步。最后一个 E 是 Embracing Values，也就是重新连上你的那条核心的价值观的线，重新的提醒自己，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价值观指导你去生活。你知道这个 E 有点像之前你说过的一句名言，叫能打败欲望的是更高级的欲望。其实就是让你那个高级欲望再显现一下，你就能打败那些逃避的那些低级欲望。关于更高级欲望，我自从说完那句话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我时刻的反刍它，到底什么是更高级的欲望？更高级的欲望就能代表我们内心持续的那个价值观吗？也许不一定，但是书里面给了一个答案，是教我们如何用价值观来做选择。他说在 ACT 里面，基于价值做选择，就是不要让我们当下的情绪，比如说你害怕、你恐惧丢脸、你特别的焦虑、你特别的懒惰，用这些情绪来决定你接下来要做不做这件事情，而是要让我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来去做决定。你接下来每一次做人生选择的时候，不要去问我现在爽不爽，我现在紧不紧张，我现在舒不舒服。对，这些其实就变得非常的无关紧要了，你现在当下的感受，而要问自己一句话，哪一个选项更像是那个我想成为的自己会做的事儿。这个说的简直太对了，这个就是更高级的欲望，而这个更高级的欲望会打败你现在当下这些爽不爽、紧不紧张一切的这些低级欲望。太对了。然后我想说，就是我这次产后首马，我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时候，因为我刚才描述了我有多紧张，我有焦虑，我又害怕，那有以下几件具体的事情我做了，觉得效果特别好啊。第一个就是我说我做了暂停的练习，发现其实我撇开紧张的话，我还很兴奋，还很期待，所以这个情绪其实是不是光消极的，它有消极也有积极。第二点呢，我那天去见了基普乔格，因为他又在上马前夕来了上海，然后就有人问他关于他赛前紧不紧张，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在你起跑之后，紧张会 go away。哦，so 基普乔格啊，这句话。我一想，对呀，当你真的开始比赛的时候，真的就不紧张了，你的紧张全部都在赛前。所以他这不就是带着紧张上场的意思吗？所以我就一直在跟自己说 OK 张文雅，没关系，你带着紧张上场，你会把它留在起跑线上的。你起跑了就好了，其实，所以你无需担心。然后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分析我为什么紧张，有一个目标，有一点是因为这回我是有成绩目标的。当你没有成绩目标，你说我就是尽力去跑的时候，其实你没那么紧张。一旦你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在那儿，你要按照这个配速跑，你自然就会紧张了。所以呢，我就学会了把我的短期目标给变成长期目标。我就跟我教练说，我这次能不能跑一个负分割？负分割就是前半程慢，后半程快。我从来没有在比赛中跑过负分割。然后呢，教练就说，说我觉得你这次可以试试。于是呢，我一下子就会把我的一个具体的成绩目标给变成了一个，我说我要在这次比赛里练负分割。因为呢，所有人都说负分割好，体感也好，然后精英运动员都这么干。我这样就会把我现在此时此刻这场比赛和今后我将成为一个能跑出负分割的更精英的运动员这个大目标联系在一起。我就想，那这次比赛不就是我若干次的练习中间的一次吗？一下其实这就是一种扩容。是，所以当你比如说你无论是要考公还是要考什么研究生或者考这个，你就说那我这回是磨练一下就是大场面的心理战术，我以后还要经历那么多大场面呢，那我这次就练练我怎么应对紧张的其他的工具。所以其实现在临街考试就是你跟他的第一次交手，就像阿卡跟辛纳。没错，就是你这辈子要成为宿敌，那交手次数越多就会越了解对方，就知道怎么样去一击制胜。你这说的太对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学长给我的我觉得有用的建议，说大学一定要多恋爱。他说因为恋爱等于恋爱，练习的练。对，因为恋爱也是需要技巧的。是要多练习的，你只有多练习，把自己放到这个尝试不一样恋爱对象的这个大池子里，这其实也是一种扩容，你才知道他适不适合你。所以你那个失恋了也没什么难过的，你就想我只是在一次小测验里没考第一而已。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好，那我们其实在这期我最大的私心是最后的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从各种维度深深的打动了我，且我觉得各方面都非常有启发意义。它其实是一个价值感和成就感的一个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自信的故事，也就是书兵找化石。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那个提塔利克这个词儿耳不耳熟，就好像它是之前出现在《指环王》吧，好像是还是哪一个这种神话电影里面，然后就很出名。但其实它是一个化石的名字，而这个化石呢，在考古学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它是过渡化石。你从这个化石身上，你就可以发现鱼和四足动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它是个进化关系。这个提塔利克化石就是中间的一个中间态。找到这个化石的这个古生物学家叫尼尔·舒宾，他是怎么找到这个化石的呢？完全不是说我们经过严密的推演，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中间态，我们一定会什么什么样，完全不是。首先他和他的同事希望能找到介于鱼和四足动物之间这样的一种很关键的化石，然后就研究那个地质图，大海捞针一样的去研究，然后拿着那个世界地图，然后最后是锁定了加拿大北部的一个就像是无人区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他们会选那儿？是因为那儿有适合的年代和环境的一个岩层。所以你看，就是拿着这么粗糙的一个信息，然后在几年间，他们每一年都要仔细的去盘算什么时间可以去探索，然后可以去出发，因为他们是一整支团队。关键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存不存在，逻辑上应该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首先没有人见过它，其次是那万一要是没有，可真的就是白找。而且我手上的线索只有岩层，对，就是很荒诞很离谱的一个决定或者说支撑决定的这些证据。而且他们也确实不是就是去了就找到，不是什么幸运儿，而是年复一年的跑到同一个荒凉的地方，然后天天这儿挖挖那儿挖挖，然后每一年每一次面对的都是，你想无人区
天气、经费，团队也会有不安全，媒体还会给他压力。在这种我真的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找到的巨大的这种不确定下，他其实没有一次出发的时候是感到自信的。那肯定，他感到自信就不对了。对，他也会觉得非常虚，也会非常的不确定，但是能让触发他一次又一次还是去出发要去找化石，是他的好奇、焦虑和责任感的交织。这个故事当然我们之所以会说他是书冰找化石，是因为他找到了那个化石，成为了我们后面进化论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拼图。故事讲到这儿，为什么他这么打动我，或者说为什么这跟我们今天聊这个自信有关系，是因为书冰的行动逻辑不是说等我确定了有化石，我不担心失败了，然后我信心满满，然后我出发我去挖，而是他在恐惧、不确定和完全有可能失败的前提下，仍然去做的是对他来说价值观认定上面最重要的事情。在 ACT 的这个语言里面，这个就叫做由价值驱动的承诺行动。它的价值就是我是个好奇的人，我喜欢探索，我要去对人类的知识和负责。而他的行动是我要一刻不停地查资料，我要去筹集经费，我要带着这样一支团队北上，我要在荒地里面一铲一铲的去挖。而且他心里也知道这一路绝对不可能是超自信超轻松的，但是仍然会一边怀疑一边继续。故事到这儿没有结束，他写了本书，名字叫 Your Inner Fish， 你内心的鱼。这其实就是你心里最重要的最想完成的那个事情。是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了他是怎么一开始入这行当，或者怎么一开始从一堆石头里面看到化石的一个故事。说他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去参加沙漠里的古生物考察，然后他当时那个领队是已经干了几十年的老手，叫 Chuck。 一开始呢，这个书兵就自己在地上到处翻石头仔细看，每天回营地他都是两手空空，就啥都找不着，看不出来哪个是化石。而且他真的是到处翻石头仔细的去看，因为那是个营嘛，就是要鼓励大家去找。然后他就反观 Chuck， 就是这个非常有经验的人和其他的人，就发现这些人每天都带着一整袋一整袋的骨头回来，这个对比太惨烈了。就是他一个都找不着，人家就觉得满地都是。对，他就觉得很尴尬，然后又很挫败。后来他就觉得不行，我得找他，他就去死皮赖脸的天天去黏着那个 Chuck， 他就说我跟你一起走，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找的。然后就一起走在同一块地上，然后两个人就看着同一片地面。这时候书兵的眼里是他只看到一整片全是荒凉的石头滩，全是沙砾，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些沙漠地面。但是在 Chuck 的眼里，Chuck 说啊，这不到处都是牙齿、下颌骨、头骨的碎片。他说这不很容易看到吗？这些化石对他来说几乎是自己跳出来的。书兵就不停的去追问，然后 Chuck 就一遍遍教他说，哎，你要去找点不一样的东西，去看那些不像普通石头，纹理像骨头，有牙釉质发亮的那种感觉的东西。这个在书兵的耳里，他觉得你说的倒是好简单，但是就是抓不到那个感觉。什么是感觉不像普通石头？所以他还是每天空手而归。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在一个砂岩碎块里面看到了他人生所找到的第一颗牙齿。他是这么形容的，说在阳光里那颗牙齿有一种别的石头都没有的光泽，说我第一次看见了它，我分辨出来了，这不是石头，是牙。也就直到那一刻，他说他才真的懂了 Chuck 说的什么是不同。然后下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最喜欢差点看哭了这句话，它叫做然后奇迹发生了，忽然之间沙漠地面像是炸开了一样，到处都是骨头。以前我只看到石头，现在眼前全是化石。我好像戴上了一副新眼镜，聚光灯照在了所有的骨头上。我也是被这句话打动了。书兵说那之后啊，他开始每天带着自己的小袋子回营地，再往后又形成了自己的搜索图像，完全的学会了在不同的岩石、不同的光线下一眼都能看出骨头的样子。这就是他练出来的，他成才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么的打动我，因为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也是常常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真正的分水岭，你所等待的那个改变你人生机遇的那个契机，它不是外部的什么机会，也不是天降了一个什么贵人，而是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你就长出了那一副能看见的那个眼睛。没错，那个我觉得才是改变人生的契机。
所以那个沙漠地面突然炸开的瞬间，我们来点今天这一期的题，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么打动我？和是一个关于自信的故事，是因为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扩容和投入。他前面所有经历的困惑、挫败感其实是存在的，你看不到就是看不到。但是你那一天，你找到你那一颗牙齿的那一天，你的注意力突然就跟看见给对上了，世界都变得不一样了。那回过头来问，我如果不能保证我有看见的那一天，我不能保证我能找到这个化石，我的人生我不能保证我有那个 inner fish， 我看不见成果的时候，我还愿意继续走吗？如果说答案是愿意，我觉得我就拥有了这本书所说的自信。没错，如果你的回答是愿意，那恭喜你找到了人生的真爱。就说明你真爱这件事儿。是。然后这让我想起了，我不说我见了基普乔格吗？基普乔格的整个那个训练营里面贴着一句话，就说时间是这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呢，你把时间给了谁，说明你在和那个人分享你生命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在想，其实我在和跑步分享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珍贵的一部分，因为我每天给了他很多时间。我不挣房子不挣地，我也永远不可能拿奥运冠军，但我就愿意这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去跑。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他是真爱，找到真爱的感觉是快乐的。然后在突然的有一天，你看到你内心深处那个属于跑步的声音，那就是你对上的那一天，发现了你的第一颗牙齿的那一天。没错。然后我还有一个 take away 是书里面我觉得我很重要的一句摘抄，叫这些年我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重视自己的工作和重视自己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必要的，后者是灾难性的。就是要重视自己的工作，但是不要过于重视自己。其实我觉得他翻译有点问题，其实不是他的工作一定是 work， 就是你要重视的是你做的这些事情，但是你不要把太多的关注点放在你自己的心理活动上面，就不要进入到自尊陷阱和动力陷阱。其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陷阱，揭开了很多的陷阱，更重要的还是回到那句话，怎么进入到自信循环，第一步依然是练习量，不然你永远进不去那个循环。没错，所以呢，我的 take away 就是情绪不必解决才能行动，情绪和行动是两码事儿，自信的行动先于自信的感觉。是，